银行787啊，时速200多急刹车。大家好，欢迎回到宋社新语。今天啊，我们把三个看起来独立的事儿啊串起来聊一聊啊。它们分别是呢，印度航空的一架787啊，在起飞前是一脚急刹车；还有呢，就是波音787的 RAT 啊，就是充气空气涡轮用了劣质材料啊，以及呢，美联航的飞行员和空乘啊在网上吵架。这事儿呢凑到一块儿呢，你就会发现呢。航空界的那些隐忧，不是科幻片里边事儿啊，就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可能是要命的这些大问题啊。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啊，就是这周啊，刚刚啊31号，一架印度航空的波音787-9客机啊，从德里起飞，结果呢，在跑道上加速到了115节啊，就是213公里每小时的高速的时候啊，飞行员突然踩了一个急刹车。把飞机给停下来了。官方给的原因是什么呢？和 AI171空难一样，都是含糊其辞的疑似技术故障。这事啊，最终是有惊无险，乘客被安排换了飞机。航班虽然晚了，所有人都没事啊。那这个事儿听起来像个虚惊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关注银航171空难的人来说啊，简直是当头棒喝啊！AI171啊，那架飞机不就是在起飞后不久？发动机就技术异常双双停工了吗？只不过从外面看起来啊 ，AI171的飞行员没有机会急刹车，最后啊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啊，看起来啊尽量让飞机以可控的姿态坠毁。而德里的这次飞行员啊，他们的所谓英雄之术，恰巧呢是把一场潜在的故障或者灾难扼杀在了萌芽状态。这种教科书式的这种果断决策呀，避免了可能的悲剧发生。这事儿呢不是什么小事儿，再次给波音啊就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总觉得，出事的飞机可能是个例啊，现在看起来啊，印度航空的波音787似乎总能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技术异常啊。这就像你买了一辆车啊，老是听说同一款车在高速上总熄火是吧？虽然你自己的车还没出事啊，你自己开车能省心吗？所以这次德里飞行员啊，他们算是好样的啊，教科书般的这个处理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问啊，为什么这样的技术异常总是发生呢？这个波音公司在737 MAX 之后啊，这个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加强质量控制，结果呢，AI171的悲剧还没查清，又来这么一出啊，你让人怎么信任你是吧？也反衬出啊，AI171飞行员当时有多么的无奈和孤立无援，所以他们的悲剧啊，可能是德里这个飞行员在另外一个时间下的命运，是吧？那如果说呀，印度航空的事件呢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下面这两件事啊，就揭示了航空业在技术和文化层面的这个隐秘的溃烂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呀，最近发布了一则安全警报，指出了部分的波音787梦想飞机的充气空气涡轮，就是 RAT 的配件啊，可能用了不合格的钛金属。RAT 是什么？飞机呀，就是在主电源故障的时候的最后一道防线啊。我们过去讲空难讲过好多次，在紧急情况下呢，它给飞机提供电力啊，备用电力。但是这批 RAT 的配件啊，本该用航空级5级的钛合金，结果用了强度远低于1级或者2级的商用的纯钛。所以 FAA 就警告啊，这种软骨头 RAT 啊，可能导致在部署过程中发生故障，甚至在飞行中脱落。导致严重的损害备用电源，所以这一批不合格的钛材料据说是来自中国啊，是由 Spirit Aerosystem 公司供应的。波音公司啊，早在2025年2月就发布了警报，建议航空公司呢对 RT 的配件进行检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太让人头疼了啊？波音公司啊，在737 MAX 事件之后啊，信誉呢就跌到了谷底啊，现在又爆出了这种问题。这就不是一个零件的质量问题了啊，而是整个公司啊从上到下的这种所谓摆烂文化啊，在最关键的救命部件上都能用不合格的材料啊，这种把乘客的命当儿戏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儿去年就知道了啊，波音公司还拖了这么久才被 FAA 公开啊，要不是有人爆出来，我估计啊可能还蒙在鼓里边。所以这再次证明什么呢？你要指望波音啊自我监督，那是天方夜谭。所以咱们懂王的这个宽容啊，可能就
抓瞎了啊。那如果说波音事件啊是外部的这种政治压力和供应链危机，那美联航空的这次八卦，就是内部的这个所谓文化混乱啊。美联航的空乘人员啊，因为不满新的劳工协议，以压倒性的票数投了反对票。结果呢，一名飞行员在网上幸灾乐祸的发了一条评论，说他们什么最后也得不到，还嘲讽这个空乘人员都想要飞行员的薪水。那这个飞行员呢还附上了自己身穿制服的照片，公开表明了身份。这事很快就在网上炸了锅了。这个空乘人员们愤怒他们要求公司解雇这个飞行员。你看这个争议呢，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它背后反映的是这个航空公司内部这种根深蒂固的阶层对立和不尊重飞行员和空乘人员之间的这个薪酬是差距巨大的，一个高级机长年薪可能会超过45万美元。而新入职的空乘他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就少得多，所以这种悬殊的差距呢，加上这种缺乏尊重的言论，就构成了公司的文化裂痕。这个事儿呢是有点八卦但是呢，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任何一个技术问题都更让人不舒服。在这种高度协作的航空环境中如果团队内部充满了敌意、不尊重和阶层对立，你还能指望他们在面对紧急状况下万众一心完美协作？那不可能，是吧？所以一个心理上就鄙视空乘的飞行员，在飞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还可能尊重空乘的意见吗？或者是和空乘进行有效沟通吗？所以这种内讧就跟飞机上一颗看不见的定时炸弹一样，它比燃油切断开关的机械故障更难察觉到所以一旦引爆，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从印度航空的这个技术异常到波音787这个所谓软骨的 RIT， 再到美联航的这个文化内讧，这三起事迹看起来是独立的实际上都指向了航空业容易暴露出来的隐忧就是技术上的漏洞、政治上的干预以及文化上的这个裂痕正在成为危及航空安全的新的完美风暴。那我们想问题不应该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是要穿透现象，去理解那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八卦背后有没有行业矛盾和人性的考量因为每一位乘客的生命都掌握在这些系统的手里边。好的，这是今天的关于印度航空紧急刹车以及美联航的一些消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